我叫李初一，天生能通阴阳，变面相。5年前我的爷爷不告而别，我继承了他的兽医链，靠赚死人钱和收租为生。收租了。瞧什么瞧，催命呢！该交租了。就你这房子又老又破，哪里值500块钱房租？没钱不交。银行卡到账10万元。你昨天突发10万横财，怎么今天就说没钱交租？嘘，我做10万块的事情没和任何人说，他一个收租的怎么会知道？难道会神机妙算不成？你讲包呀你！A 包都掉了，哥！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我对象知道，不然我还怎么骗他给我买最新款的包包？租金而已，我交就是了。喏，多转你500，我中彩票的事儿，你可别说出去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走？还想多少点钱？你还有3分钟。什么？3分钟之后，你血光之灾必至，避无可避。血光之灾？哼，你该不会想说什么想要化解灾难，就要花点小钱破钱消灾的呢？啊，赶紧给我滚！居然想用这种方法来骗老娘，你以为老娘会信？执迷不悟，可惜了一条性命。不是你上呀，你打他呀！他血光之灾真讨晦气。谁又惹你不高兴？还是刚才那死房东，不知道上哪儿看了点算命视频，竟然说我3分钟之后有血光之灾，这不明摆咒我呢吗？别信他的鬼话，他就是一收租的，能有多大本事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喏，这3分钟过去了，我不好好坐在这儿，我看他就是想骗我钱。又怎么啦？我操！真的应验了！爷爷，世人皆道神算者，上可算天地，下可看阴阳。可我窥破天机，却还是寻不到你的踪迹。你究竟去了何处？找到了，这就是仙师的住所。兽医店，爸，你被骗了吧？爷爷说的仙师后代怎么会住在这种鬼地方？臭小子，放尊重点儿。现在家里生意急转直下，你爷爷更是只剩下一口气吊着。事到如今，不管这位仙师传人是真是假，我都必须赌这一把。谢家遭难，求大师出手相助。爸，这就是你说的仙家传人？你看他穿的那身破衣服，一股穷酸样，连村口天桥下算命的都不如，哪有半点大事的样子啊？你看，
还有这些死人的东西，哪个正经大师会卖这些东西啊？我看他呀，就是个装人弄鬼骗子。他看起来确实没有半点高人风范，连法器都没有，难不成真的是假的仙师传人？心不成，救也不用，就回吧。他竟然看出了心中所想，不行，再拖下去，谢家就要毁在我手里了。无论真假，都必须试一试。大师恕罪。当年仙师与谢家有恩，离开前留下这个玉佩，说若有灭顶之灾，可凭他寻得传人相助。求您看在仙师的情面，救救谢家。爷爷的贴身玉佩怎会落到了谢家手中？爸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这肯定是什么化学把戏，我就不信离了他，没人能解咱谢家的危机。走！谢家之事，除了我，无人能救。你吹什么牛呢？啊，你一个江湖骗子，还真把自己当大师了。谢家井中是否镇压着一缕幽魂？此事乃谢家最高秘辛，连小慈都不知，他是如何一眼看破之道的？谢家愿倾尽家财，只求大师出手相救。求大师出山。大师，你这是？带路。哎，大师请。大师，您请。阴气愈减，怨气缠量，难怪谢家人会如此急迫。不好了，少爷！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没看到有贵人在吗？还不快拜见大师！拜见大师。须立刻面，正事要紧。老爷身体又恶化了，刚吐了一大口黑血啊！大师，7日之内，我保谢老爷身体恢复如初。大师，你随我来。难怪少爷会对此人如此恭敬，原来他就是能治好老爷的高人。什么高人？不过就是个江湖骗子吧。管家，你去把道教协会的会长周大师请来。是。敢骗到我谢家头上，等周大师来了，我看你这个江湖骗子还不原形毕露。这个便是谢家财运衰败，谢老爷一病不起的源头。大师真是料事如神呐！先前我还不信这就有这么邪门，直到有一天大难得清醒，和我说昏睡时总梦到这口井。有一日，我便独自一人来到这附近查看情况，没想到竟然听见了鬼哭的声音。后来我便让人用石板把井封死，可谁知道家里生意和父亲的身体非但没好，反而情况更加恶劣。大师，求您一定要救救谢家，救救我们呐！这是以鬼借命！借命？
我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慈善家，这么些年来没赚过一分黑心钱，究竟是谁这么恶毒，竟然想要我爸的命？此招虽毒，但是恶鬼不能离借命之人太远，要你命的是谢家中人。什么？我谢家中人？请大师明示。借命之术需以宿主的贴身物件为宜，布局者是你们朝夕相处之人。谢家家大业大，往来者众多，难道是家里的下人？谢少爷，你可别被这野路子的道士给骗了。此术邪气萦绕，老夫以多年的道行担保，绝对不是什么借命之术，只不过是普通的邪祟作乱，闹鬼罢了。可是大师说，爸，周大师可是道士协会的会长，本领神通广大，他一个开寿衣店的骗子也敢来碰瓷？既然你说你是内行人，那我且来问你，道士证可有啊？传度牒可有？这西方神学理事会的认证书，还有国际玄学会的邀请函，你又有几样？既然你无法证明你的身份，那你又怎敢妄言此处有人借命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！谢少爷，老夫愿挺身请命，降除恶鬼，还谢家一份清净。周大师，还请您出手，别让这骗子耽误了救这我爷爷的时机。此鬼缠院鬼上，非寻常法术所解，看遍此界，唯我能除。小子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你一个野路子，也敢在老夫面前口出狂言！今天我就让你看看老夫的降妖除鬼之术。此鬼煞气冲天，你贸然出手，恐会激怒，届时他就会更加难缠。激怒？我看你是怕暴露自己技不如人吧？老夫入道多年，降妖除魔无数，就算是我激怒了他，又能如何？现在老夫就将其收复，让他魂飞魄散。小子，你瞧好了。邪祟，还不速速伏诛！邪祟，还不速速伏诛！谢少爷，恶鬼已被老夫镇压，您无需担忧。爸，我就说周大师还是有真本事的吧，不像某些人披着高人的皮囊在这里装腔作势，实则就是个江湖骗子。伏诛为假，借命为真，他正在稀释你们的生气。周大师都已经把恶鬼给降服了，你还胡扯是借命？还是说你一个连道士证都没有的骗子，难道要比道士协会的会长都懂行吗？小子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行坑蒙拐骗之事。你若真想混口饭吃，那就乖乖的给老道赔礼道歉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教你一些上得了台面的本事。我说过，井下恶鬼，唯我能除。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！这恶鬼明明都已经被周大师给降服了，你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这恶鬼真要有那么厉害，有本事现在复活来抓我啊！小子，小心！
怎么真的复活了？救救我！这不可能啊！我已经将他镇压。这恶鬼的杀气怎么比之前的强上了数倍不止？难道真被他说中了？在我的面前上来，放肆！散！法尔索斯之血，皆归于湖中。神迹，这是真高人呐！爷爷，爷爷，不，祖宗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求求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是金光八卦，你是个野道士，究竟是什么人？没用的废物，还敢自称道士会长，差点害死本少爷！此等变数，像是神算的一般，必须马上给上面的大人汇报，绝不能影响大局。大师，恶鬼已除，谢家安全了吗？借命之人还没死。大师，到底是谁要害我家？2楼左边第2间。什么？怎么？那是我妻子陈玉荣的房间。啊！这贱命恶鬼竟然被灭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妈，真的是你？你为什么要害死爷爷？为什么？萧峰，你把我当妻子了吗？你让我在外装贤惠，在内却伺候你那个怀孕的小三，把小三的孩子当亲生的养，我凭什么？小三的孩子是谁呀？就是你这个孽种！毒妇，你闭嘴！我偏要说，我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毁掉谢家，我霸占谢家的财产，让你们谢家不得好死！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毒妇！毒妇，那都是被你们谢家给逼的。我原本想借着那个老不死的命，让他气运耗尽，死在床上。等你继承谢家的财产的时候，我好把你给杀了，这样我就可以成为谢家唯一的继承人了。只可惜呀，我千算万算，却没算到我这几十年的谋划会被一个野道士给毁了。隐隐头发黑，
命宫已破，现在伸手，或许还能留一具全尸，再多活些时日。大师，你可真有本事。不过，你以为我没有留同归于尽的好手吗？既然我要死，你们谢家人都别想苟活！青龙，你现在收手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钱、房子我都给你。这迟来的施舍，我不稀罕，我就要你们谢家人死！我以此生为儿，收养为妓，还凶杀出师，学习谢家。天龙帝王破！你这个囚徒究竟是谁？麻衣神算传人李初一。原来是你，难怪这手段如此熟悉。大师，你笑什么？他是不是疯了？于秋雨，你不要以为你赢了，你和你那个老不死的姐姐逃不过天命的诅咒，是算子一脉，注定都当好死。天命诅咒，爷爷5年前的不告而别，难道和这个有关？他到底隐瞒了什么？大师，昨天晚上多亏了您，我爷爷今天早上就已经能够下床喝粥了。这点心意不成敬意。哦，我爷爷说了，这是当年先师留下的信物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同时令我转告大师一句话：神算一脉承天机，守密心，但诅咒虽行，天命难违，切莫来学。初一，不要来找我，千万不要来昆仑！不要去昆仑。爷爷5年前的不告而别，还有陈玉荣口中的天地诅咒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昆仑。师子，一定要救救你兄弟！旋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1个月以来，我赵家连续5人跳楼身亡。消息传出去之后，我们家股票全线崩盘。我爸昨晚也不知为何突然中邪昏迷，我妈今早也出了车祸，进了 ICU。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印堂发黑，命里悬针，死期已经进入百会穴。我没看错的话，你活不过今晚子时。你就是谢家请来的神算大师吧？大师，请救救我！大师，寻风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求您帮他好好看看。带路。
大师，这就是我家。这半个月以来，我家但凡站着活着的生物，都莫名其妙的死亡了。就连我家那些名贵的行李，也在一夜之间全翻了白眼。竟然如此残暴！死者并非自杀，这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大师，这赵家也是遇到恶鬼借命了？这只极其恶毒的五鬼印财阵，布下此阵的人，不仅想要膝盖你们赵家的财气，更是想要你们赵家人的命。什么？爸，这位是李初一大师，有他在，肯定能破解我们家跳楼案。胡闹！品凤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，就连最顶级的刑侦专家他都束手无策。一个风水大师，懂什么破案？赵家可有聚财阵？什么聚财阵？我不知道。聚财阵？我不知道。赵家下人自杀，是受五鬼运财的反噬，破阵即可和解。现在动手还来得及。我不知道这什么阵那什么阵，请回吧。我们不信信口雌黄之人。爸，大师可是救过谢家之人，我相信大师绝不是信口雌黄之人。大师，这五鬼运财该如何破解？不急，明日我自会设下破煞法事，找出阵眼，届时法阵自会解除。既然如此，父王，快请大师到客房，莫要怠慢大师。大师，这人是终于来了。大师，我来给你送宵夜，麻烦你请开门。父王，你在干什么？父王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伤害李大师？没了他，谁来帮我们家破绽？他当然不会同意，因为五鬼运财本就是他默许的。爸，大师这话什么意思？跳楼肯定只是意外，聚财阵能够助咱们赵家登顶海城，我不可能让你坏了我们赵家的气运。印堂发黑，眉心沉上，三魂不稳，七魄动摇。最近是不是有恶鬼入梦？但那并不是梦，是五鬼在索命。五鬼运财本就是消耗福泽、强行变现的邪术，你觉得这五本之力应该拿什么来交换？你们赵家自杀的那些下人，就是你们赵家透支的未来。什么？既然是这样，居然是我给赵家引来了灭顶之灾。大师，我有苦衷，求您出手救救我们赵家。我现在马上下令送到赵家，找出那个不知的邪术师。不必了，所找之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打算现身吗？大师，您的意思，福伯是那个邪术师？不可能，福伯在我们赵家做管家做了几十年，他绝无二心。李大师，布阵事非同小可，你不能因为我拼命行事得罪了你，
就往我身上泼脏水吗？披着别人的皮演戏，你以为我的神算眼看不出来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的易容术居然被破了！1个月前，你制造伪玉潜入赵家，欺骗赵家设下了五鬼运财大阵。后来，你为了监视阵法，杀害了原本的福伯，顶替了他的身份。哼，有点本事，这都被你算出来了。你居然杀了福伯，还想害死我们这俩几百口子人？是又如何？还有你小子，毁了你这双神算眼，看你还怎么多管闲事！今日谁也救不了你们赵家！关于甄嬛术，你究竟什么时候不养人？自从我进入这个客房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布下了此阵，而引你出手，只不过是为了瓮中捉鳖。张明轩，你本是山野村夫，为了修炼邪术，不惜杀害自己的至亲，改变自己的命格，改命改运，应遭天谴。而你的命门弱点在这儿，金光镇煞。是。我的力量是我鬼迷心窍。求大师放过我，我也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。是谁？水林家家主林万山，是他让我布下大阵，想借我手灭了赵家。竟然是林万山那个老匹夫！爸，我这就跟他拼了去！慢着，他做了坏事，自有恶报。真的吗，大师？你且等着看。算算时间，赵家的几口人应该死绝了。赵家一倒，海城的商界就是我林家的天下。不好，我的五鬼运财大阵被高人破了。不忙，这次税务备查，务必暴跌停牌。这是报应啊！大师，大师，爸，好消息，林家不知出了什么幺蛾子，林万山那个老匹夫一夜拜佛，气血平衡。难道这就是五鬼运财的反噬？的确如此，阵法已破，赵家的财运将会重新运转。多谢大师出手相助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赵家的镇家令牌，写此令牌可以号令我们赵家上下所有人。大师，请您收下。赵家作为海域大族，人脉广阔，有这枚令牌，日后寻找爷爷踪迹，倒也多一份助力。
天魂至极，非人非鬼，竟然是活死人！冥币，活人买回去，为什么用死人的钱？这个方向是县城温景。这个阵法走势和阵眼是爷爷的手笔。敢问，可是神算子仙师的后人李初一大师？你跟我爷爷认识？我温家曾与仙师有过一段薄缘，此看门大阵便是仙师所设。仙师早在5年前就算到今日会有大师相助，眼下温家遭邪祟缠身，还请大师出手为我温家镇邪渡恶。大师，请一步。宋冥币之人的身份尚未探清，此地既有爷爷布下的阵法，倒可进去一探究竟，或许能学到爷爷的观念。不瞒大师，这关中正是我温家大少爷，我的哥哥温陵。他7日之前意外身故，死后我府中便怪事频发，常有下人看见意外身影，不知大师有何破解之法？我听声便凶，但此关内无声无息，无气无脉，要么是空关，要么藏着一只鬼。什么？什么？大师，此话当真？胡说八道！灵儿生前遭人非议，死后还要被你们泼脏水，你们还有心吗？妈，今天必须开棺验尸。你这是对你哥哥的大不敬，想要验尸，做梦！妈，对不住了。来人！你们敢！我看谁敢动灵儿的棺材，我就跟谁拼命！开棺！住手！住手！哎呀，妈，你就别添乱了。灵儿，不是让你躲好吗？你怎么出来了？这个气息，原来昨日所寻之人是他，怨气缠体，依稀止身，神智全无，真是活死人。原来是活死人啊！大哥已化为邪祟，是个祸害，给我拿下他！花儿，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！亲哥哥，大师已经说了，他是个活死人。妈，你留他一个祸害，你想害死温家吗？还请大师镇压此邪祟，救我温家于水火。爷爷曾言，相术一道，上可看天机断祸福，下可辨生人识亡魂，唯独不可与游走阴阳两极的活死人有所关，此乃相术禁令。大师，先前神算子仙师欠我和灵儿一个人情，这是他留下来的信物，希望您能看在仙师的份上护灵儿一次。爷爷曾用的贴身法器镇魂铃竟流落于此，可能相术禁令。不，镇魂铃与爷爷气息相连，或许能靠它寻到爷爷的踪迹。妈，你让开！今天无论如何都要除掉他！给我上！起！大师，这为何意？
难道你要为了这财物包庇邪祟啊？你就这么急切想要杀人灭口？你行这般手段，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再现你那日加害兄长之事吗？他一介外人，是怎么知道我杀了温灵？难道他真能普散天地？我很快就能继承温家，绝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我在温家的威望。大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于哥哥亲如手足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二少爷待人温和有礼，一直很照顾身体不好的大少爷。我真不敢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。是啊，这凡事都要讲究证据。你说是我杀了我哥哥，可又有谁看见了？谁说无人看见？不可能！我对温灵下手时，附近没有任何人知道，除非他能让死人开口说话，否则他一定在诓我。死者便是自己死因的见证者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亲口说出真相。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害了你？啊！真是二少爷！旺儿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！妈，他要是个平庸之辈，兴许我还能饶他一命啊！可他偏偏是个短命的病秧子，天生能力出众。我再怎么努力，我做了一些，所有人都只认可他。哥，对不住了。反正你本来命就短，我不过是让你早点下地狱罢了。只要你死了，我就是温家的新主人。今天谁也拦不住我。去死吧，你！喂！大师，我要助纣为虐！你无需再多费力气。温灵身弱，阳寿已尽，本就撑不了多久。灵儿，他本就是怨气凝结不散的活死人，靠着一缕执念留在人间，执念不散，强行停留，不久便是他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之日。魂飞魄散，灵儿，你究竟是有什么执念呀？大师，求你想想办法，救救灵儿吧！罢了，看在镇魂灵上，便出手一次。灵血魂归，魂兮归来。母亲，我身体孱弱，恐难长命，有愧于您和家族的培养，也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。温家日后便托付给焕儿吧，他心性沉稳，定能照顾好您，守好温家。只求母亲为我办一场安稳葬礼，让我体面离去，安心入土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
温良，你最后的执念竟然是让位于我，难道说我已经误会你了？温良，你不是天才吗？要跟我竞争温家，你起来啊！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守好温家，保护好妈，不会让你失望。是橡树禁令的天道反噬。原来爷爷再三强调的橡树禁令，就是为了保护我。多谢大师。哎，何必行此大礼？昔日若非大师出手相救，灵儿还不知道要在阳间逗留多久，受多少苦楚。万般之念，了却皆是尘埃。节哀吧。那是城中法会的方向，与爷爷的行踪竟与这法会有关。5年前，爷爷也曾参与玄门法会，不知今日前来，能否寻得爷爷行踪？你们知道这次法会请来的是谁吗？是玄门大师顾长生。听说呀，他特意研制了能祛病增寿的赐福水，也能让咱们啊沾沾福源。呀，好事呀！哎，水来了。玄门术法讲究顺天成气，功过相抵，何来此等逆天改命之物？这赐福水真那么神奇吗？怕不是什么噱头吧？胡说八道！这顾大师平日里千金难请，轮得到你们智慧？这赐福水你们不喝，我喝。这玩意儿，难道这水有毒？等等，你看他的头发。哎呦，这水有效！顾大师法力通天的，就是，不愧是顾大师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对，我先干为敬了啊！哎，你们，哎，年轻人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，你再不去，可就喝完了。煞气缠绵，真气透支，此乃回光返照之下，何谈机缘？竟是剑狱邪术！你干嘛呢？哎，你这……大家且慢，此乃勾魂引气的邪儿，他并非为你们渡符，而是借尔等生起烈邪，吸运养己。不可能！你什么意思？顾大师心系众生，赐予我们符水，他怎么会想要害我们呢？您所谓的血气充盈，只不过是您体内生机反哺。你此刻是否只觉得血气翻涌，甚至四肢无力，体内的骨头还在发冷？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感觉？我好像也这样，怎么回事？这难道不是什么春风水？这是邪术的引子！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放肆！此人是谁呀？眉眼竟与神算子如此相似，莫非是神算本人？不，神算子年过半百，怎会是这般年轻模样？黄口小儿，竟敢在此胡言乱语，老夫
广施福泽，竟被你扣上邪术的名头。你莫不是旁门左道的余孽，想扰乱玄门法会，从中招摇撞骗不是？你这人真是不知好歹啊！顾大师那可是玄门仙师，岂会害我们？你竟以众人为定炉？什么？这卜算手法，难怪有故人之责。原来他是神算子的后人，看来今日一事是善了不得了。哼哼哼，你倒是有些本事，不过还是迟了一步。哎呦！世元夺阳阵一起，尔等皆是老夫升仙天梯，今日谁敢为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了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浑身都没有了力气？我的手，我怎么变老了？救命啊！你行邪术，夺人生机，就不怕天道反噬，玄门共诛，落得个神魂俱灭的下场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怕！待我借尔等生气突破平静，借玄门众人，有谁敢与我为敌？你这个黄毛小儿，休怪老夫对你不客气了。我，嘿嘿，神算一脉，你的生机定是大补之物，待老夫就却之不恭了。呀！老夫倒是小瞧你，接下来我看你有办法接着我这一招。呀！与老夫斗，你还得多练几年。嘿嘿，果然是神算子的后人，本事不小，难怪当年神算子会就此离开。你跟我爷爷认识，你见过他？看来你根本不理解神算子的良苦用心，也不知道老夫跟他的恩怨。罢了，看在神算子的薄面，今天只要你不再管此事，老夫放你一条生路。老夫甚至可以再分你几分活人的精气，助你修行。你用此等旁门左道的邪术，也配跟我谈修行？哼！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。接下来这一招，你可接得住？他的术气源源不断，我根本伤不了他分毫，除非能整断他与阵法的联系。别死撑了，这阵法马上就要碎了，今天你必死无疑。你们神算一族身负诅咒，就是短命鬼。今天你输在老夫手里，既是天命，就认命吧。以虚御实，看破本源。爷爷，我懂了。
慎书，生死未定，输赢未分，一个妖道，你敢拿天命来压我？这是神算眼，你竟然有如此天赋！长生，玄门叛徒，天资无道，未成正道。10年之前修习邪术，这些年来杀戮无数怨魂的怨念，便是你的心魔。我死得好惨，弟弟。走开！走开！不要！都是你们该死！尔等被吸走的生气，今日尽数归还。不！你毁了老夫大计，就让你碎尸万段！就让你碎尸万段！又奸沉疴积年，丹田旧伤未愈，顾长生借法坛行邪，今日伏诛。我没想到神算一族受天命诅咒，还能如此强悍。神算子当年远赴昆仑，杳无音信，我怕他也不知道他的后人这般厉害吧。叶儿竟然远赴昆仑，说他究竟去了哪里？你们神算一族各算天机，唯独不能算自身的命运。你既是如此强大，你也别想与神算子再见了。这就是你们神算一族的诅咒。爷爷，你究竟去了何处？爷爷，你究竟去了何处？赵家南海域大族势力遍布各方，或许能帮我查到爷爷在昆仑的线索。李大师，你有何吩咐？赵家上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大师，赵家主，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个人。我的爷爷5年前失踪，据说曾远赴昆仑山。大师，其实不用查。5年前仙师离开海城前，曾在我们赵家短暂停留过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他当时亲口曾对我说过，他要去昆仑山下的徐家，以及昆仑山顶的仙极洞。昆仑山下徐家，仙极洞。爷爷，我终于找到你的踪迹了。恭喜！恭喜！快请！恭喜！里面请，您里面请。哎，今日乃是家属寿宴，客人可有聊请函呢？但是我有这个赵家掌门令，他就是前几天拯救赵家的大师。大师，听闻您本事不凡，能否帮我一个忙啊？所谓何事？近些年来，我徐家年轻一辈的继承者每到20就会死亡，如今只剩我一位继承者还活着了。家主虽为玄门中人，却也看不出其中端倪。今年我将满20，要是我死了，徐家的香火可就断了呀。生出如此大的石头，竟然还有功德金光笼罩。
奇怪了，我竟算不出许家的命数。是爷爷的法器水月镜，此物能够营造幻境遮掩的玉器，难怪能拦下我的卜算。大师可有眉目解决了？事情倒是不难，但是作为交易，你们需要将水月镜归还于我。他怎么知道我们徐家的镇族之宝是水月镜？可是那宝贝是家主的心头好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我替他答应。大师，我这弟弟并非无理，刻意不理会你，他对我也是这样，常常装作听不见我说的话。只要你能解决危机，水月镜我双手奉上。带路吧。这样。奇怪，刚才还说要水月镜，现在怎么不问这回事了？身负玄门气息，身体冰冷却红光满面，倒是奇怪。那师傅，寿宴有规定，需要小辈为先祖上香，您这次受伤如何？这香烛的颜色，香烛灰白，烟气下沉，红阳屋，阴寒入体，这是个鬼上身的征兆。活人给鬼上香乃是大忌，徐家主身为玄门中人，不可能看不出其中端倪，除非他与那些鬼本就是一丘者。大师这是何意？难道要毁了老夫的寿宴不成？我曾听说，有些短命的恶鬼为求长生，会装作神像的样子，引诱人去给他上鬼香，而这种香会稀释人的寿元和气运，最终成为恶鬼的饵食。刚才徐少爷手中拿的香，便是鬼香。大师，此话当真？不可能！谢辈怎么会残害我们徐家后人呢？倘若你们所供奉之物，并非你们先祖牌位，而是恶鬼呢？荒谬！老夫与你入宴，却不是你仗着大师的身份可以在这儿胡言乱语的理由。大师，香烛真的会稀释寿元吗？那之前死去的继承者，还有我哥哥。你的哥哥，他不是还在？水月镜虽能遮掩天机，但不影响我的阴阳眼的使用。既然徐家只剩下徐小生一个继承人，那我身边的徐家大少爷便是冤魂。哥，是你吗？我原以为你1年前上交后重病是因为身体孱弱，没想到竟是这鬼香惹的祸端。我想起来了，难怪我弟弟不和我说话，原来我已经死了。我不离开这儿，只是因为我不想让弟弟重蹈覆辙。这是胡言乱语！是不是胡言？幻境破碎便知。水月镜，喂！许家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
家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果然是神算后人，老夫以水月镜遮掩天机，制造幻体，仍旧如此。可惜了，徐家最后一个年轻血肉，差一点儿，他的寿元就是老夫的。所以，之前那些活不过20岁的继承者，都是你杀的吗？什么叫老夫杀人？他们都是自愿祭拜，这叫自愿献祭。自愿献祭，一个自愿，我们徐家后人做错了什么？我哥哥又做错了什么？是徐家家主如此痛下杀手，老夫作为徐家的建立者，年轻一代应该为老夫而死。就是个疯子！老夫作为徐家的建立者，为徐家整整奋斗了80年，可你们这些年轻后辈一个一个都不能够让老夫满意。老夫如何将这徐家的产业交给你们？现在老夫就是要炼化你们，将你们的寿元与气运统统归于老夫身上，这样老夫就能够长生，就能够继续带领徐家走向辉煌。现在就差你这个年轻血肉了。届时老夫神功大成，定不会忘了你的贡献，定不会忘了你的贡献。别伤害我弟弟！哦，倒是兄弟情深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就送你们双双下地狱。哥，别和我们跑！不行，你是我弟弟，是我们徐家最后的年轻血脉，你不能死！有什么话，下去再说吧。在我的眼下上，那真不行。小辈，你当真要多管闲事不成？一个神算后人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老夫心狠。休想走！小辈，你当真以为你奈何得了老夫吗？你中计了！你自以为幻境已除，却不知老夫在你动手之前，已利用水月镜制造双重幻境，重创幻象，不过是为了请君入瓮。活元阵起！你以为我是针对那些徐家后辈，却不知我的目标就是你。只要我炼化了神算后人，老夫将天下无敌！大师若是就此被炼化，我们徐家就再也没有生还的可能了。力量，长生，老夫来了。不对，老夫的功力怎么没有半点增强？我在这儿呢。想要幻境骗过我的神算眼，
你也不想想，究竟谁才是水月镜的主人？不对，你怎么会挣脱阵法？现在到我了。徐家家主徐少游本应在80岁殒命，却谋害家族小辈数十人，获取他人寿元来为自己强行续命20年，天理不容，理应受罚。我的兄位，天道不公啊！老夫一生的修，竟然殒命于后辈手中，老天，我恨他！真正该喊不公的是那些对你忠心耿耿、对你无条件信任，那样被你骗走性命的枉死之人。徐家有我一手建立，你能有今日的辉煌，全靠我！我才是唯一能够掌控徐家的人。你们这些不成器的小辈，有什么资格继承我徐家的产业？多亏大师赐下的归相，让你们这些废物受命于我，那是你们的荣幸。后辈的命，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一群废物的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长生，以权力才是我的终极追求。你当真以为你吸收的那些寿元和力量真能为你左右？你不过就是一个棋子罢了。你所看到的那些增长，只不过都是幻想。不愧是神算传人，果然敏锐。是你，好久不见了，神算后人。大师救我！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真是令大人失望。不，大师，我还有用，只要你能够帮我渡过难关，我一定能够让你和大人满意。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大师，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和你那些徐家的后人一样的没用，可以去死了。不，大师，我和那些废物不一样，我还有用，你快帮帮我！好啊。你现在唯一的用处，交出你的寿元。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神算后人，我曾与神算子共事，求你看在神算子的份上，出手相救。你命数已尽。不，神算子，我知道他们的计划，他们让我吸每日的寿元，是为了……神算后人，我家大人对你极为赏识，只要你愿意和我们合作，我家大人便会许你无尽的力量，还有寿元，还能帮你找到神算子。与你们合作，那跟那些妖魔同道又有何意？你给脸不要脸！那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！什么时候西方也流行这种符箓？还是说跟你上次带过来的圣水一样无用？你有眼无珠，贫道手中的乃是催将符，可以召唤那些被鬼魂附体的僵尸。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！
这是之前被薛少游害死的继承者们。呵呵，这老家伙造的杀业倒是不少，刚好我可以让这些已故之人变成僵尸，为我所用。哎，神算后人，双拳难敌四手，这么多的僵尸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应对呀！谁说我只有一个人？闻令听令，复评！我附身了，我有身体了。停止成兵，如此的手段，怪不得会让大人忌惮。大人放心，我自己身体不怕疼，这些僵尸交给我们吧。竟与昆仑的傀儡之术出自同一人之手，好可怕的力量啊！多亏我有大人赐予我的替身傀儡，现在我的气息被这些僵尸掩盖，我倒要看看我怎么能找得到。道士聪明，知道遮掩气息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哪儿，但是我的法器曾经炼化了你在谢家攻击的井中厉鬼，那个厉鬼的身上可是沾有你的气息。是要做什么？不管了，此子能力不凡，趁着他没发现我，先去跟大人禀告。这是什么？找到了！快躲开！躲开！快离开！你竟然耍出如此阴招！你们的计划是？想知道我们的计划？我偏不告诉你，你是斗不过大人的。你要干什么？在这儿，他竟然窥视我的记忆！不，计划绝对不能败露。恭贺大人神功将成，李初一，你是逃不过命数的。这次攻击来自昆仑，他引我去昆仑，究竟有何目的？感谢大师出手相助，以后徐家为大师马首是瞻。只是可惜了这些死去的徐家子孙，他们都是枉死之人，冤念极重，我送他们往生。愿逝者安息。哥，我能看见你了！臭小子，以后继承了徐家，你可要收敛一下你的性子，不能再这么冒冒失失的了。哥，我知道了，你要是有空常回来看看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李初一，多年不见，你又变强了，果然不是凡人，就是与众不同啊！他的容貌竟与爷爷一样，
不过他口中真正的神算是何意？你引我来昆仑，究竟是何目的？年轻人，不要那么大情绪嘛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爷爷的孪生兄弟，是你的长辈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就叫老夫一声爷爷吧。我的爷爷只有一人。果然和你个老东西一样，真是有言不尽呐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不再念旧了。这是哪一相书中记载的神兵太乙刀？传说太乙刀为世间最锋利的神兵，下斩帝王，上斩神佛，还能砍断阴乳线，实现改命。我谋划了多年，就是等着今天，只要用你的血击了这把刀，我就能掌控这个神兵，解除我身上的因果线。我要看看真正的神算能坑我几刀。你这个神算不过如此。太乙刀果然是神兵，连护心玉都抵挡不住。看来那老东西还传了你不少宝贝啊！但是这第三刀，我看你拿什么挡？就这点本事，那个老东西还真是愚蠢啊！肉体凡胎的，还恪尽职守，守护你这个所谓的真正的神算血脉。但是他万万想不到，今天你会被我一刀斩杀。你说，你爷爷和你要是在黄泉相遇，他该是什么反应呢？我的爷爷，他去哪儿了？当然是在地下啦。他在地下等着你过去给他团聚呢。他就是这死光。你爷爷背了一辈子的神算之名，到头来也不过是别人的棋子。爷这话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神算一族都是凡人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守护你，你这个天神降世的神算子李初一。初代的天神为了防止守护的造反，就赐下了麻衣相术，让我们拥有不算的能力，但我们的命都很短，所有的守护者都逃不过早亡的命运，这就是天命诅咒啊！是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苦修炼了一辈子，还是一个凡人，而你天生就高人一等。还好，用你的血，我很快就能打破这个诅咒。是什么？你觉得你能伤得了我？我早就将自身打造成了僵尸，而你的神算眼能洞悉我的命数吗？神算之眼，可算天地，可算人心，更可以算鬼。
屠戮生灵，修炼邪术，害神算族人，吸凡人阳寿，你的命运就在丹田阴根。不愧是神算，连这点迷信你都知道。不过，你真的以为能杀得了老夫吗？你别忘了，老夫吸食了那么多蝼蚁的寿元，就是为了练就这金刚不坏之身。这叫以其人之刀还治其人之身，去死吧！永别了，神算，永别了！从今天起，我就超脱这凡人之躯，成为这人世间唯一存在的真神。太乙，给我斩断这阴谷线天仙大道！老夫来了！什么？一仙？什么？一仙？李初一，你是死了吗？你怎么还活着？战一道，连神都能战伤，你一个凡人之躯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太乙本就是我的神兵，何来世主一说？你的神兵，太乙！我不甘心！我不甘心！我筹谋了许多年，怎么落得今天这个战场？我不服！我不服！你只想不是那些凡人吗？我就是死也要拉这个陪葬的！身下纯真中毒，绝不能让他自爆。我的天！你居然打碎了我的丹田！现在该清算了。这一刀，皮！这一刀啊！为了背叛的神算族人，这一刀，为了被你害死所有的无辜生灵，以血偿血，以命偿命。除般杀孽震耳闻，李道，你就留在这好好忏悔吧。这个地方呢是这样子，啪，哎，对，啪，然后呢，大师，仙师没死，他还活着，有人在丰都附近看到他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什么？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。
道已了，鬼门大开。爷爷，你竟然还活着！